这两把剑十分的有灵性，由天界上仙所用法器变换而成。两剑分别由男女同修，不但可以进行自行认主，还可以救人起死回生，而且还可以双剑合璧，修炼缥缈剑诀，得道修仙。得此剑者，一旦双剑合一，可以跃层对抗化神境尊者。人剑合一，简直天下无敌。如此强有力的大杀器，这种武器，试问谁不想拥有？1000年前，蜀山派开山祖师白眉真人封印魔教老祖凌风，凌风真身分散，但其元神却不知所踪。100年后，白眉真人大成飞升，在此之前，白眉窥得天机，1000年后蜀山必有一劫，遂将昊天镜化为紫影青锁2剑，望后人能凭此度过浩劫。苍茫云巅之上，元婴巅峰的得道高人在此决斗，二人寿元结圣300余年，谁人能勘破化神境界，便看今日一战。绿袍老祖使出大眼神魂诀，右手一推，几道绿色形如剑锋一般指向白袍老祖。白袍老祖不慌不忙，凭空挥出一道符印应对，二人的招式碰撞到一起，最终两招从空中炸开，空气仿佛要被撕裂。蜀山界域1000年劫难将近，白袍老祖大战后失踪多年，其他人修为也不足以抵御劫难，只能寄托希望于紫青双剑完成合璧。长教便命紫青双剑选择的莫离和周青云2位弟子到蜀山幽冥谷历练功法，提升修为，顺便采摘蜀山疗伤圣果剑莲果，并且让二人趁机培养一下感情。蜀山界域中，严仁英和狗蛋在湖中发现剑莲果，便飞入湖中采摘。刚刚摘到剑莲果，莫离和周青云也来到了这里。剑莲果是蜀山派圣物，乃疗伤圣物，极为珍贵，希望严仁英能交还给蜀山派。严仁英耍起无赖，不愿交还果子，让周青云亲他一口便归还果子，并趁机扯下了青云的面纱。这下一言不合便打了起来。莫离怕青云吃亏，也加入了战斗。这时绿袍老祖一道绿光打断三人的比试，并让严仁英将剑莲果交还他们。严仁英只得答应，临走时互相放下狠话，便各自离去。老祖给他符咒，让他参加修真大会。严仁英和狗蛋来到修真大会门前，严仁英拿出绿袍老祖给的灵符，却被看门的蜀山弟子拦下了。莫离和周青云现身来到大门前，严仁英又嘴欠耍无赖调戏青云，然后和周青云打了起来。莫离看出周青云一人不是对手，便一起应对严仁英，二人使出紫青双剑对付严仁英。就在这时，绿袍老祖从天而降，迫使他们停战。蜀山殿内也感知到绿袍老祖的到来，赶忙来到大门前恭迎绿袍老祖。来到殿内，绿袍老祖身体虚弱，把严仁英托付给蜀山包含1、2，并督促徒弟抓紧修习轮回神魂诀。狗蛋也在这里发现了自己的春天。青云和莫离这边都是资质上佳，但是始终就是无法双剑合璧。绿袍老祖突然现身，对掌牌道出自己寿元将近，讨要集9玄剑灵草来延长寿命。就在这时，9玄剑灵草被盗。另一边，严仁英也因为找绿袍老祖进入了蜀山禁地，被蜀山弟子抓了个正着，并怀疑9玄剑灵草是严仁英偷的。朱青云对严仁英使用搜魂大法，发现严仁英心中想的都是自己，一时感到震惊非常，当然也还了严仁英清白。原来9玄剑灵草被炼魂宗盗取，东太老祖服下，为他增加了几个月的寿命。另一边，狗蛋的烤鸡被一老者抢去，吃得津津有味，满嘴流油。临走时手指一点狗蛋眉心，留下印记。婉婉道出，原来老者就是300年前与绿袍老祖决战的天啸老祖。婉婉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掌教，知道天啸老祖收了个亲传弟子，感叹天啸师祖终是没负蜀山。严仁英趁机提出要会周青云，长老当然得给新师弟这个面子，莫离却是要一起对战严仁英。三人这就开始动起手来，炼魂宗的人趁机也加入进去。4个年轻人的战斗很是可以，炼魂宗的这个女弟子还顺便把莫离给调戏了。此时炼魂宗东太老祖突然出现，一言不合便要开战。蜀山弟子结大9天元阳阵，抵御东太老祖，保各派无虞。掌教吩咐莫离、周青云和狗蛋、严仁英去寻天啸老祖救场。几人刚找到了天啸老祖，就被炼魂宗的人给追上了。幸得天啸老祖相救，天啸老祖交给狗蛋一道灵符，并嘱咐灵符只可解1次为，拯救蜀山还需紫青双剑破解。蜀山弟子死伤无数，掌教几人也身受重伤。4人回到修真大会，严仁英和狗蛋赶忙使用天啸老祖给予的灵符对付东太老祖。
掌教嘱咐二人使用双剑合璧，周青云与莫离二人也使用双剑合璧应对。东太老祖看情况不对，加大功力，最后严仁英使用轮回神魂诀，终于将东太老祖击退。为了感谢严仁英紧要关头相助，特地邀请他当蜀山客卿长老。大战中，莫离身受重伤，百年不能再使用紫影剑，遂需重新甄选紫影剑继承人。莫离也因此伤心欲绝，跪地央求掌教再给他一次机会。掌教为顾全大局没有答应，莫离哭求两位师叔祖帮忙求情。掌教让莫离伤势稳定，交出紫剑。莫离痛苦难忍，不能接受这一切。掌教心里其实也很难受。东太老祖这边收到血魔感召，来到蜀山禁地一处，血魔让他设法取出紫青双剑。周青云这边尽力照顾严仁英，看这样是把自己给照顾进去了。东太老祖这边吩咐弟子10日内一定设法取到双剑中任意一把。大师兄不想交出紫影剑，就是因为他不舍得青云。他猜测青云喜欢上了严仁英，这些却被炼魂宗的人偷听到了。莫离趁着青云再次给他送药时，趁机将周青云迷晕，遂和周青云双修，完成双剑合璧。此时严仁英夺门而入，打断莫离，救下周青云。莫离逃走后被炼魂宗救下，这个炼魂宗主看上莫离了。炼魂宗蛊惑莫离交出紫影剑，极尽挑唆，都是些诛心之言，并承诺帮莫离登上掌教之位。青云这边也终于清醒过来，二人的感情这是又更进一步。莫离已入炼魂宗修炼魔术，打算散尽修为，灌注魔气，搭载九转归元丹修炼秘术。莫离入魔皆因自己心思不纯，严仁英这边却是甜言蜜语，为青云布置了这漫天萤火。不得不说，把妹的一把好手。青云却是突然就消失不见了。严仁英连忙赶去追踪青云，周青云却是被炼魂宗绑走的。东太老祖逼出周青云体内青锁剑，得以进阶化神境，唾手可得。严仁英及时赶到，打断了他。得到紫青双剑后，发现原来东太老祖就是绿袍老祖，为了突破境界，魔化为东太老祖，欲通过魔功吸取人界所有灵气来助他飞升。严仁英不愿相信对自己爱护有加、救他性命的师傅是东太老祖。东太老祖哈哈大笑，道出教严仁英修炼轮回神魂诀，只是把他当成增加自己寿元的器皿。严仁英彻底崩溃，难以置信。严仁英和周青云直接动起手来，二人接着被东太老祖打下悬崖。东太老祖发现他俩竟是三世道侣，紫影剑也自动认主严仁英。蜀山众人赶到了蜀山禁地，得知东太吞了血魔元神，严仁英却承受不了这个打击。青云忍痛让他接受这个现实。蜀山殿内，莫离找到掌教，莫离跟掌教叫嚣他的委屈。莫离已入魔道，他要誓师杀父。东太老祖却是现身殿内，掌教不敌东太老祖，被东太老祖一招打死。莫离毕竟是掌教的大徒弟，与掌教还有师徒之情。掌教临死前帮莫离消除魔气，交给莫离乾元仙诀。严仁英收拾好心情，重新出发，拜了周青云为师，入了蜀山。二人正开始修炼双剑合璧，从悬崖上下来一条火鳞蛟龙。火鳞蛟龙是上界的上洞八仙之首，剑仙纯阳真人的坐骑。说罢就幻化成人形，拿出一颗七彩天虹丹，可以帮助严仁英和周青云把境界提升到元婴期。尽管修炼双剑合璧和缥缈仙诀之后，两人来到一个山洞内，洞内盘坐几位蜀山掌教，他们因为300年前想要获取七彩天虹，被火鳞蛟龙困在这里。严仁英用七彩天虹将几位救下。炼魂宗的手下却是经济东太，炼化苍生的行为有违天理，但是宗主却是铁了心的追随。修真大会上，莫离坐上掌教之位，众人不服莫离没有紫影剑，凭什么能当上掌教？莫离抬手将二师兄打伤。这时东太老祖来到修真大会，在上空施展都天两仪阵。莫离经此一事已醒悟过来，使用乾元仙诀对抗东太，无奈二人差距太大，东太老祖一招就将莫离打伤。都天两仪阵一完成，所有人都得死。邱恒暂时顶上替他们抵挡，炼魂宗主却是替莫离求情，邱恒最终也没能抵挡得住，死前也让炼魂宗主得知了真相。原来当年杀他父母的正是东太，东太却是得以迈入化神境界。二师兄寻得严仁英、朱青云等人，告诉众人蜀山的情况。众人当即回到蜀山，两位长老和一众蜀山弟子牵制东太老祖。严仁英和朱青云施展缥缈剑诀，双剑合璧。东太老祖深知上次紫青剑诀的厉
害，施展出5星阎罗剑绝击向众人。蜀山众人瞬间被击倒，身体化身金色灵气散到空中。随后被救下的蜀山历代掌教到了，过来5人盘坐在地上，使出大眼仙诀两仪微尘阵。两仪微尘阵只能困住东太老祖一时，不能伤害东太老祖分毫。关键时刻，严仁英和周青云被缥缈仙诀唤醒，2人终于完成双剑合璧，在空中出现一把金色火焰长剑，气势汹汹地向东太老祖飞去。东太老祖被牵制的动弹不得，剑光从他身体中穿过，东太老祖直接灰飞烟灭。随后紫青双剑化为灵气，洒向死去的蜀山众人。蜀山众人奇迹般的活了过来，阿四也一样的起死回生了，几位长老也一样活了过来，可是唯独莫离没有复活过来。阿四多么希望他可以醒过来。严仁英告诉阿四重新开始吧。阿四叫了声师兄应下了。严仁英和朱青云这2人此后过上了幸福的3口生活。蜀山2剑魔篇是部中国风仙侠玄幻电影，是蜀山电影系列的第2部。该电影对比很多网剧来说，特效还是不错的，剧情衔接太快，略显生硬。电影中紫青双剑是可以认主的，非常具有玄幻色彩。不过在修仙的世界，这都不算事儿。如果武器都可以认主，你最希望哪种武器任你做主人呢？欢迎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。好了，今天故事就到这里了，欢迎大家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